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可如果一舉一動都要按規矩來，一句話沒說對就成了失禮，那這禮節還是修養嗎？為什麼說中國的禮教本質就是一套馴化奴隸的行為規範？你是否覺得中國傳統的禮尚往來有時繁瑣的讓人甚至想要逃避？其實不僅現代人這麼想，早在數百年前，一位細心的西方觀察者就曾發出了同樣的感慨，他們的禮儀那麼多，實在浪費了大部分的時間。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今天讀到的是第7章，關於中國的某些習俗。在這一章裡，作者不再談宏大的制度，而是從一次見面、一次作揖、一次宴請開始，細緻描寫中國社會如何用禮節層層區分尊卑，牢牢固定位置，並讓每個人學會作揖、跪拜、讓座、回訪、宴飲、喪祭。這些層層疊疊的禮節是在表達尊敬，還是在不斷提醒誰高誰低，誰該站着誰該跪着，在該低頭的時候低頭，該退讓的時候退讓？這看似溫文有禮的文明，也是繁文縟禮的世界。而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禮節多到壓過情感，秩序嚴密到吞噬個人，這種文明究竟在保護誰，又在束縛誰？今天的讀書內容將帶你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清中國禮教社會的背後那套精密而又累人的運行邏輯。想聽更多的內容，可以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讀完這本書之後，我還會就解讀中國文化這個專題，去分享更多相關的書籍。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在個體精神層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躍遷到現代文明的狀態。讓我們開始吧。第7章，關於中國的某些習俗。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的5大美德之一。這5大美德是仁、義、禮、智、信，在他們的著作中有着詳盡的論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他們的禮儀那麼多，實在浪費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熟悉他們風俗的人實在感到遺憾。他們為什麼不摒棄這種外在的表現？在講究禮這方面，他們遠遠超過所有的歐洲人。我們首先談他們見面時表示互相尊敬的動作和致意的方式，以後我們再簡單地說一下其他一些禮節，特別是和我們極為不同的那些。中國人不用脫帽表示尊敬，也不用腳的動作或擁抱或吻手或任何其他的這類動作來表示。他們最常用的致意形式如下：把2只手攏在一起，縮在他們常穿的飄飄然的袍服寬大的袖子裡，除了扇扇子或做別的事，他們的手總是縮在袖子裡，然後2人面對面，前功里把仍然縮在袖子裡的手抬起來，再慢慢地放下來，同時壓低聲調重複地說請請。請這個字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一種尊敬的表示，我們可以稱之為表示尊敬的感嘆詞。在正式拜訪時，或常常是朋友們在街上相遇時，他們也如上述那樣，把手縮在袖子裡，彎着腰，低下頭來。在幾個人相聚在一起時，他們大家也同時進行這種日常的致意，這個習慣叫做作揖。如果只有2個人，地位高的一個就站在右邊，同樣，客人也是站在主人的右邊。在北方各省，左右正好和南方的情形相反，常常是問候的儀式過去之後，他們就交換位置，走到對面去，於是讓出上位的人就可以回到原來的地位。開頭的問候完了以後，如果他们是在室外的話，他們就並排向北站着；如果是在室內會晤，他們就面對房間的上首，與房門方向相反，所以一般也就是面向北了。中國人好像有個古老的傳統，不管是宮殿、寺廟或其他較大的建築以及私人住宅，都要把會客廳的門設計在房屋南端，因此對着門坐的人都是面向南方。所以在這樣的廳堂裡舉行招待儀式，當他們面向房間正面或上首時，他們就是面向北了。當他們願意表示格外深沉的尊敬時，例如第一次見面或久別重逢，
或者在隆重的節日相互祝賀，以及其他特殊原因，則在上面講過的鞠躬行禮之後，他們還要跪下來，用額頭觸地。第一次跪倒後，他們又站起來再鞠躬行禮，然後再屈膝下跪，這樣可以做3遍甚至4遍。如果是向父母或上級，例如向大臣或某個顯貴行禮，受禮的人就站或坐在房間的上首，像我們前面講過的那樣，把手攏起縮在袖子裡，對每次跪倒或鞠躬都以微微向前躬身並點頭作答。如果招待不是那麼正式，被招待的人就在房間的東首就位，而不是北面。這種待客的辦法和寺廟或私人家中在神龕前敬神的儀式完全相同。僕人向主人行禮，或社會地位低的人向社會地位高的人行禮，他們就跪下來，用額頭輕輕觸地3次，和在神像前面一樣。僕人和主人講話時，要稍稍側身站在旁邊，每次答話都要微微屈膝，正如老百姓對顯貴的人說話時那樣。他們談話和寫作方式也有一些習慣，和我們的很不相同，而且由於他們的語言很難，這類習慣也就更多。2個人談話時，他們從來不用語法上的第二人稱。在談到在場和不在場的人時，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語法形式。在談到自己時，從不用第一人稱的代名詞，除非是主人對僕人或上級對下級講話。談話中，他們用於稱讚別人和避免自我讚揚的辦法是同樣之多的。或許最謙恭的一種是，講到自己時就直呼本名而不說我。如果談到父母、兄弟或子女，或者提到身體的一部分，或家庭或祖國以及什麼人的文章，或甚至別人的疾病，總是要加進一個表示讚美或同情的客氣詞句。然而談話的內容涉及正在談話的人，用詞就更含蓄一些。由此可見，很明顯是如果不想顯得沒有教養或無知，如果想懂得別人所說的或所寫的是什麼，一個人就必須深通各種不同的表達思想的公式。親友來訪之後，主人就被期待回訪。這種拜訪的習慣伴有一套固定的和繁瑣的儀式。來訪的人要呈遞一個拜帖，裡面寫有他的姓名，也可能包含幾句問候的話。這要視客人或主人的地位而定。拜帖由門房遞送。如果一個人拜訪幾個人，或者幾個人拜訪一個人，那麼主人和客人是多少，就要有多少份拜帖形式的訪問名片。這種拜帖或小冊子裡有10幾張白紙，約1個半手掌的長度，呈長方形。在封面的正中有一條2英寸寬的紅紙，通常這個小冊子是放在一個同樣紅裝的紙片盒子裡。這類拜帖種類繁多，並不斷要使用，所以一個人必須有至少20種拜帖，用於不同場合。拜帖放在手邊，上面寫有適當的頭銜。經常訪問的人都有一種習慣，叫他的管事把來訪人的姓名和住址記入備忘錄，以免忘掉3日之內進行回訪的這一社會義務。如果被訪的人不在家，或由於某種原因不能接待客人，來訪的人可以將他或他的拜帖留在門房。這樣的拜訪可以用同樣方式回報，即只把拜帖留在門房。這時雙方均感滿意，認為義務已經盡到了。客人的地位越高貴，訪帖上的姓名也就寫得越大，有時每個字都有1英寸大小，以致一個簡單的簽名，按中國人從上到下的書寫習慣，就要占滿小冊子上的一張紙。當他們饋贈小禮品時，也用這種小折子。送禮是他們的普遍習慣，一般要回贈價值相等的禮物。在這種情形，拜帖裡不僅有饋贈人的簽名，並且還以頗為華麗的詞藻描述那些禮物。如果禮物被部分或全部退還，人們不認為是失禮的舉動，饋贈人一點也不會生氣。發生這種情形時，退回禮品要附上一個小折子，表示感謝和有禮貌地謝絕饋贈，或者說明收下的禮物，並列舉回贈的禮品。這樣饋贈禮物是不斷進行的，
並且社交的繁文縟理又那麼多，實在難以盡述。中國人還有一種普遍的習慣，對我們是很新鮮的，那就是饋贈金錢，相當於10個或5個或更少的金幣。這可以是上級贈給下級，也可以是下級贈給上級。當大臣或有學位的人出門拜客時，他穿上一件特制的拜客長袍，和他日常穿的長衫大不相同。甚至沒有榮譽頭銜的重要人物出門拜客時，也要穿特別設計的袍服。如果他穿平時的衣服，就會被人見怪。為了符合這種習慣，以便能夠參加上層顯貴人物的聚會，我們自己也根據需要，按這個階級的習慣穿着起來。如果偶然碰到一位沒有穿上他最好的禮袍，他就不按習慣的姿勢向他行禮，除非對方穿上它，才按照習慣的姿態行禮。通常一個人出門時，總要帶一個僕人為他拿這身禮服。然而，如果2個朋友相遇，一個人穿着拜客的衣服，而另一個沒有穿，那麼穿着的人就要把它脫下來，然後他們穿着日常的衣服，以前面描述過的禮節相互致敬。當一家人在家接待時，負責招待的人就雙手端起一把椅子，為客人放在上首地位，然後用手彈一彈土，雖然那上面一點土的影子也沒有。如果客人有好幾個，他就按位置的尊卑，在客廳裡把椅子擺好，再用手逐個地摸一摸，好像檢查一下排列的是否合適，然後被訪的一家就要重複這個動作。禮節的下一步就是主客要端起主人的椅子，把它放在自己的對面，並且也要重複用手做出彈土的姿態，然後其他的客人也都重複這個擺椅子的動作。如果客人多，就按長幼或尊卑的順序。這樣做了之後，在這個場合受到特別尊敬的那個人就稍稍站開一些，把手攏起來縮在袖子裡，慢慢地稍微抬起又放下，同時答謝和謙虛地推辭人們的敬意。毫無疑問，在涉及上座的榮譽以及應遵守什麼確切的規則等禮節方面，他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地位相同的公民之間，則年齡就要占先。在朝廷裡，則優先是由官職的尊貴決定的。受歡迎的外國人總會給予榮譽席位，這些客人是按他們來自遠方與否而排座位的。根據這種儀式，我們在幾乎所有的聚會上都總給予首席。拒絕這種榮譽或因為謙虛而客氣，被認為是不合適的。客人就座以後，宅子中最有訓練的僕人穿着一身拖到腳踝的袍子，擺好一張裝飾華美的桌子，上面按出席人數放好杯碟，裡面盛滿我們已有機會提到過的叫做茶的那種飲料，還有一些小塊的糖果。這算是一種點心，用一把銀湯匙來吃。僕人先給貴賓上茶，然後順序給別人上茶，最後才是坐在末座的主人。如果做客為時很長，僕人要再次或甚至3、4次地這樣上一圈茶，每次都上一道不同的點心。訪問結束或客人走到門口要離去的時候，他們重新鞠躬行禮，主人隨他們到門口，也鞠躬打禮。然後他請他們準備上馬，或者乘來時所乘的轎子，但人們要答稱，一定要等主人在裡面關上門後，他們才好走。於是主人轉身回到大門，再鞠躬，客人也朝同一方向重複做這個動作。最後站在門檻上，他第3次鞠躬，告辭的客人們也鞠躬打禮。然後他進入門內，使客人們看不見他了，好給他們上馬或在轎內就坐的時間。他再重新出來向他們致候。這次他把手攏在袖子裡，慢慢抬起和放下，不斷說請請。客人一邊走一邊也這樣做。過一會兒，他派一個僕人去追趕客人，以他的名義向他們告別，而他們也通過他們自己的僕人向主人的僕人打禮。現在簡單談談中國人的宴會。這種宴會十分頻繁，而且很講究禮儀。事實上，有些人幾乎每天都有宴會，因為中國人在每次社交或宗教活動之後都辦有宴席，
並且認為宴會是表示友誼的最高形式。和希臘人的封賞一樣，他們不說宴會而說酒會，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雖然他們的杯子並不比硬果殼盛的酒更多，但他們斟酒很頻繁，足以彌補容量的不大。他們吃東西不用刀叉或尺，而用很光滑的筷子，長約1個半手掌。他們用它很容易把任何種類的食物放入口中，而不必借助於手指。食物在送到桌上時，已經切成了小塊，除非是很軟的東西，例如煮雞蛋或魚等等，那些是用筷子很容易夾開的。當一個人被邀請去參加一次隆重的宴會，那麼在預定日期的前一天或前幾天，他就會收到一本我們已經講過的那種小折子，那裡面署有主人的姓名，還有一種簡短的套語，很客氣而又文雅地說明他已經將飲餐具擦拭乾淨，並在一個預定的日子和鐘點準備下菲薄的便餐。通常宴會在晚間舉行。請帖上還說，主人很樂於聽他的客人發表自己的想法，使參加宴會的人都能從中得到一些智慧的珠璣，並且要求他不可拒絕賞光。在我們講過的請帖封面上貼着的紅豎條上寫着客人最為尊貴的姓名，還順序有他的各種頭銜。我們說他最為尊貴的名字，因為前面已經提到，中國人有許多不同的名字，同樣的请帖送給每個被邀請的人，在預定舉行宴會的那天早上，又給每人送一份请帖，格式簡短一些，請他務必準時到來。就在規定的宴會開始不久前，又送出第3份请帖，照他的說法，是為了在半路上接客人。到達之後，先照常互相行禮致意，然後客人被請到前廳就坐喝茶，以後再進入餐廳。這間房屋裝飾得十分考究，但不用地毯，他們根本不用地毯，而是飾有字畫、花瓶和古玩。每個人都有一張單獨的桌子，有時在單獨一個客人面前，把2張桌子並在一起。這些桌子有好幾英尺長，寬也差不多，鋪着很貴重的桌布拖到地面，有如我們神壇的樣子。桌子塗上厚厚一層瀝青色，而且裝飾着各種圖畫，有時是金色的。在全體就座用餐之前，主人拿起一只金或银或大理石或別的貴重材料制成的碗，斟上酒，放在一個托盤上，用雙手捧着，同時姿勢優美地向主客深深鞠一個躬。然後他從餐廳走到院子裡，朝南把酒灑在地上，作為对天地的祭品。再次鞠躬之後，他回到餐廳，在盤子上再放另一只碗，在習慣的位置上向主客致敬，然後2人一起走到房間中間的桌前。第1號客人將在這張桌子就坐。中國人的上座是在桌子長邊的中間，或者在一列排開的幾張桌子的中間一張，而不是像我們那樣在桌子的一端。在這裡，主人把碗放在一個碟子裡，雙手捧着，並且從僕人那裡取過一雙筷子，把它們小心翼翼地為他的主客擺好。筷子是用烏木或象牙或其他耐久材料制成，不容易弄髒。接觸食物的一頭通常用金或銀包頭。主人為客人安排好在桌子前就坐之後，就給他擺一把椅子，用袖子彈一彈土，走到房間中間，再次鞠躬行禮。他對每個客人都要重複一遍這個禮節，並把第2位客人安置在最重要的客人的右邊，第3位在他的左邊。在這裡加一句，這讓我想起了前段時間被網絡嘲笑的山東陋習，什麼主陪副陪，什麼魚頭對着誰，實在是一套浪費時間的可笑講究。好，繼續回到這本書。所有的椅子都放好之後，主客就從僕人的托盤裡接受一個酒杯，這是給主人的。主客叫僕人斟滿了酒，然後和所有的客人一起行通常的鞠躬禮，並把放着酒杯的托盤擺在主人的桌上。這張桌子放在房間的下手，因此主人背向房門和南方，面對主客席位。這位榮譽的客人也替主人擺好椅子和筷子，
和主人為客人安排時的方式一樣。最後，所有的人都在左右就坐，大家都擺好椅子和筷子之後，這位主客就在主人旁邊很文雅地重複缩着手的動作，並推辭在首位入席的榮譽，同時在入席時還很文雅地表示感謝。中國人不用手接觸食物，所以飯前飯後都不洗手。在上述禮節做完之後，所有的客人一起向主人鞠躬，然後客人們互相鞠躬，大家入座。他們大家都同時飲酒，飲酒時主人雙手舉起放酒杯的碟或盤，慢慢放下來，並邀大家同飲。通常他們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啜飲，所以這一禮節要重複4、5次才能把一杯酒喝完。啜飲是他們通常喝東西的習慣，甚至喝水時也如此。他們從來不像我們那樣連續着大口喝，第一杯酒喝完，菜肴就一道一道地端上來。開始就餐時，還有一套用筷子的簡短儀式。這時所有的人都跟着主人的榜樣做，每人手上都拿着筷子，稍稍舉起又慢慢放下，從而每個人都同時用筷子夾到菜肴。接着他們就挑選一道菜，用筷子夾進嘴裡。吃的時候，他們很當心不把筷子放回桌上，要等到主客第一個這樣做。主客這樣做就是給僕人一個信號，叫他們重新給他和大家斟酒。吃喝的儀式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但是喝要比吃的時間多。在進餐的全部時間內，他們或是談論一些輕鬆詼諧的話題，或是觀看喜劇的演出，有時他們還聽歌人或樂人表演。這些表演者通常在宴會上出現，雖然沒被邀請，但他們希望照他們往常一樣得到客人的賞錢。凡是我們吃的，中國人差不多也都吃，而且他們的菜肴烹調得很好。他們不大注意送上來的任何一種特定的菜肴，因為他們的膳食是根據席上花樣多，而不是根據菜肴種類來評定的。有時候桌上擺滿了大盤小盤的各種菜肴。他們的魚和肉不像我們的那樣，要遵守一定的上菜次序。菜一端上桌子就不再撤去，直到吃完飯為止。所以飯沒吃完，桌子上就壓得嘎吱作響，碟盤子堆得很高，簡直會使人覺得是在修建一個小型城堡。在宴會或特別的晚餐上，不上面包，也不上中國人用以代替面包的米飯，除非是在非正式的飯桌上，那也要等到吃完的时候。如果用米飯，那麼在吃米飯以前絕不喝酒，甚至在他們每天的常規中，中國人在吃米飯以前也是絕不喝酒的。有時候在宴會進行之中，還要玩各種遊戲，輸了的人就要罰酒，別人則在一旁興高采烈地鼓掌。快要吃完飯的時候，就要換酒杯。雖然給大家斟酒的次數是一樣的，但從不勉強哪個人喝過了量。換杯只是一種友好的表示，請他繼續喝下去。中國人釀的酒和我們釀的啤酒一樣，酒勁兒不很大，喝多了也可能會醉，但第二天的後勁兒並不很難受。一般說來，他們吃得很有節制，但有時候，例如一個人要出門很久的時候，在臨行前夕，他有可能要出席7、8處飯局，才能不怠慢他的朋友們。但是這種飯局沒有正式宴會那樣豪華，正式宴會常常要舉行一個通宵，直到破曉。酒席上的剩菜剩飯都慷慨地分給僕人。中國各種禮節中最為驚奇的就是對於皇上的禮節了。世界上可能沒有另一個人，無論是俗人還是神職人員，是生活在那樣的繁文縟禮之中的。第一件驚人的事情，就是從沒有人直接向上說話，除了皇上的子女或住在他的城堡的親屬或伺候他的宦官。我們將不談宦官對待皇帝的禮儀，因為這和本書沒有關係。然而，對於這些特殊的奴僕，規定了各種不同的等級。他們當中那些住在皇宮外面的官員，只能給皇上呈遞請求性質的奏折。這種奏折是極其正式的，有很多種格式，以致只有受過撰寫奏折的專門訓練的人，例如皇宮的秘書，才能夠寫出來，並不是任何人，甚至於士大夫都懂得怎樣撰寫。
在中國的元旦和他們的春季開始時，也就是相當於我們的算法剛好在3月5日之前或之後的新月時，每個省份都派遣一名使節正式覲見皇上。這就像我們前面談到的那種3年一次表示效忠的更莊重的朝見一樣。此外，在每次新月的第一天，所有的官員都在主要的城市裡聚會，供着雕有皇家標誌的金龍和其他圖示的寶座。他們在寶座之前進行一套鞠躬跪拜的禮節，並做其他一些谦恭的動作，隨各地方的風俗而定。他們這樣來表示他們的崇敬。在這個儀式中，他們要稱頌皇上並祝他萬壽無疆。在皇上的誕辰，各地舉行的儀式也相同。那一天，北京的官員、各省的使節和住在皇宮外面封有各種爵位的皇亲国戚都一起向皇上祝賀，並且贡獻貴重禮物，向他保證自己的忠誠。除他們以外，皇上钦点的大臣和其他受封的人，依法也都得在清晨以前來到皇宮謝恩。這裡，在長官和司禮官的指導下，他們履行一些只為皇帝所專有的特殊儀式。雖然皇上並不親臨，但做錯了一點就得罰款。為了舉行這種儀式，他們要穿緞子的紫袍，戴鑲銀的3重冠，每個人還雙手捧着一塊約6英寸長的象牙護板。如果他有機會在皇上面前說話，他就舉起这塊護板，並用嘴唇碰一碰它。從前皇帝上朝的時候，他先在上面一個很大的窗口出現，手裡也拿着一塊同樣的象牙護板，把臉折起來。在他的皇冠上有一塊薄薄的象牙片，大約1英尺長，半英寸寬，上面綴有一串串的寶石，在各方面都把他的臉擋住，不讓在場的人看到。皇家御用的顏色是黃色，別人一概不得使用。皇室衣服上裝飾着各式各樣的龍形，有的是畫的，有的是用金線織就的，在宮中到處都可以看到。金瓶、銀瓶上和家具上以及各種织物上的龍形，宮殿的屋頂和磚瓦也都用黄顏色，並畫有各種龍形。這大概引起了有人傳說宮殿的磚瓦都是黃銅或金子的。我可以斷言，這只是一種傳說，因為我曾親自檢查過這些晦澀的磚瓦，它們是黃色的，比我們所用的略大一點，用釘固定在屋頂上，釘頭上鍍金，所以宮殿除了黃色沒有別的顏色。如果不是皇上或其他血親而僭越用這種顏色和龍形，它就被看作是叛逆了。皇宮的4個出口開向羅盤上的4個主要點，進入皇宮的人必須下馬或下轎，從門外步行進來。這個規定任何人都得遵守，高級官員更加嚴格遵守，從更遠的地方起就步行。說起來很奇怪，在南京的故宮，雖然皇上已多年不在那裡居住，也是同樣的習慣。在朝南的內外宮門都並排有3個門，中間的門是專供皇上用的，別的人從右邊的或左邊的門進來。中間的門除了皇上陛下出入之外，是從不打開的。不管在出版的書籍或印刷的文件中，中國人計算時間的唯一起點是從當今皇上登基時開始，正像我們從基督誕生開始計算基督紀元一樣。有時候為了特殊原因，皇上會賜給最高級大臣的父母一個頭銜，這以書面文件的形式下發，由御前哲學家以皇上的名義撰寫。中國人把這看成一種殊榮，他們將不惜任何代價來獲得它，因為他在家中要作為神聖的東西傳下去。其他用2、3個字表示的封號也受到同樣的尊敬，例如皇帝賜封號給常年不在家的老寡婦，或者已滿100歲的老人，或以別的方式而知名的人。颁賜封號的文件貼在受封者住宅的門楣上，有時候大臣也授權對他們的朋友颁賜這類榮譽。傑出的大臣甚至可以享受用地方公款為他修建公共紀念物的榮譽，就像我們建凱旋門一樣。各城市也可為一個獲得殊榮的人做同樣的事。例如在高級學位考試中取得第1名的人，
或獲得別的聲譽的人，這些都有隆重的盛典。凡是被認為稀奇或貴重或做得精緻的東西，都送到北京進貢給皇上。每年皇上都從全國各地收到大量這類東西，進貢者要花費很多錢。在首都任職的大臣出門時，服飾不大考究，他們常常騎馬而不乘轎，除非是最高級的官員，即使他們也只乘4台轎。除了上朝时以外，大臣們在各省要比在京城的排场稍多一些。上朝时他們的官服比較朴素，是出於对皇上的尊敬，並好像是要把最好的東西讓給最接近於皇上的人。每4年，在那一年4季的每一季，朝廷大臣都要拜謁已故皇帝和皇後的陵墓，拜謁都有一定的禮節，並在墓前留下祭品。恢復了帝國的洪武皇帝總是接受最精心安排的場面。準備這些紀念儀式，由於不出門並齋戒和哀悼，得花上好幾天的時間。除了對皇上以外，在使用固定的稱呼格式以及進行正式拜訪時，人民也對大臣給予極高的榮譽，但只有那些在國內或國外任過官職的人才有期望得到接待。當一個在國外任職的公民回國時，他受到與給予一個大臣相同的尊敬，即使他由於自己的某種錯誤而被撤職，至少在他老家，他仍受到一個大臣一樣的禮遇，受到同樣的官方拜訪，並被賜予許多特權，特別是如果他得到過最高的文學榮譽或其他公家的獎賞的話。當官員因為升遷或受獎要離開他們所管理的那個城市時，他們也被賜予特殊的榮譽。他們離去時，要把他們的腿飾或服飾作為他們任職的永久紀念物留下，那是識別他們官職的標誌。這些東西放進一個刻有宋詞和宋詩的盒子裡，存入公共博物館。有時候，一位傑出的公民享受到在公眾場所見大理石碑的榮譽，上面精美地刻有他任職時期的記載，流傳給後代。有些甚至還受到建立紀念堂的榮譽，國家要花費不少錢，裡面有祭壇，供着雕塑家所做的最像本人的雕像，每年都有一筆錢支付廟中香火和照管长明燈的僕人工資。這種祭壇上所用的大銅香爐和神像前行禮所供的差不多，一般人都似乎並不有意識地區別這類紀念儀式和他們在行禮時向神佛禱告的敬神儀式。對受過教育的階級，這些儀式是因感謝受惠而進行的，但毫無疑問，低等階級的許多人把這種儀式和敬神混淆了。城裡面到處都是這種祠堂，其中有些是用來敬奉一些沒有資格得到這種榮譽的朋友。來祠堂祭奠有固定的時間，每次都要重複常規的跪拜和上供的禮節。中國的道德書籍充滿了有關子女應尊敬父母及長輩的教誨。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現，那麼下述的情況一定可以見證世界上沒有別的民族可以和中國人相比。有一條嚴格遵守的莊嚴規矩，孩子們在長輩面前必須側坐，椅子要靠後，學生在老師面前也是如此。孩子們總是被教導說話要恭敬，即使非常窮的人也要努力工作來供養父母，直到送終。他們那種宗教式的繁文縟禮，莫過於他們在父母的喪禮細節方面的認真。服喪要穿白色而不是黑色的喪袍，並用很昂貴的材料制作棺材。可以總的說，他們的喪禮過於鋪張，常常超過了他們的力所能及。在給父母居喪的頭幾個月，兒子們要穿一件粗麻布的袍子，和他們平常的長衫和鞋帽很不協調。猛一看他們的樣子，顯得確實很襤褸和悲慘。居喪期間，他們還束一條繩子做腰帶，有點像方濟各會士所束的那種。從父親或母親死後的那天起，居喪3年，這是不可違背的規矩。我們在他們的書中讀到，規定這樣做的理由是報答他們小時候父母懷抱他們的3年養育之恩。其他親屬死去時，居喪時期的長短要看血緣關係而定，從1年到3個月不等。皇上或皇后死去時，全國都要服喪，但是規定的期限已經根據聖旨改變。從前是3年，
但現在是以日代月，國喪期只有1個月了。關於中國的喪禮，有一後本專書，當有人死去時，負責喪事的生存者就查閱這本書，以保證遵循正當的儀式，並確保有相稱的排場。這本書不僅包含上述的習俗，而且對於遺孀的衣服、鞋帽、腰帶和其他服飾都有專門的說明。一位著名人物死後的3-4天內，他的兒子和近親就將措辭莊重而悲傷的書面通知送達所有的親友，同時做好一份棺木，把死者裝進去，靈堂全都掛上白幔，地面鋪滿草席，靈堂當中搭起一個台，把棺木放在上面，還放一幅死者的像或塑像。以後4-5天當中，親友們都穿着喪服前來吊唁，在規定的時間，他們一批一批地前來，在台上放置香料和2根蠟燭，他們點燃蠟燭時要4拜4叩。然而，首先他們要在靈前的香爐裡放進一撮香料。他們行禮時，死者的兒子或兒子們站在一邊，全身穿白，流着淚，靜靜地哀傷着自己的損失。家中的女僕有時是很多的，都穿着白衣站在棺木頂頭，用帳幕擋着，始終不斷地同聲嚎哭。像他們小規模的敬神那樣，他們也有在靈前燒紙或白綢的習慣。他們以為這樣做就是給死者送上一件袍服，來紀念他的恩德了。他們用一種亮漆封塗縫隙，可以把棺木完全密封起来。我們知道，有時候中国人把父母的遗體放在家中3-4年之久，只要遺體放在家中，他們就在靈前擺上食物和飲料，就好像供奉活人一樣。而且這時候，子女都不坐平常的椅子，而是坐蓋着白布的矮凳，在棺木旁邊的地上鋪好草席作為床鋪。在服喪期間，他們不吃肉和加佐料的食品，喝很少的酒，不洗澡，不參加喜慶，夫婦不同房，而且甚至好幾個月也不公開露面。如果有必要出门，他們就坐蒙上白布的轎子。這些只是與中國人喪禮有關的大套習俗中的一部分，但是這些嚴峻的做法已經逐漸消失，只有3年服喪期仍在繼續。下葬時，再次書面邀請親友，他們都穿白衣來送葬，從而增加了這一場合的盛況。送葬行列本身真是一場宗教集會，有长长的一排人走在棺木前面，舉着各種顏色或土金的紙人、大象、老虎或獅子到墳地去燒掉。他們後面的路上跟着一大串照管廟裡神像的僕人，以及一邊打鼓敲鈴吹笛击鈸一邊诵經的歌詠队。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一些肩抬着用于焚香的大铜香爐的人，然後就是披着華麗棺罩的棺木，上面有一個大華蓋，輔以繡着各色花紋的布簾。這個華蓋和棺木要有多達40或50個扛夫來抬。子女們走在靈柩後面，手裡拿着棒，走得好像是由於悲傷而精疲力竭的樣子。在後面是家族裡的婦女，他們乘坐用白布簾子折起的轎子，使別人無法看到。他們的後面則是乘坐同樣轎子的其他女性親屬。死者的墳墓總是位於城鎮區之外。如果父母死時有任何一個子女不在場，喪禮的全部儀式都要推遲到他回來。如果一位名人在他父母死時不在场，他就在他所在的地方設立靈堂，讓他的朋友來吊唁，然後他回家去料理喪事，有如前述那樣。根據嚴格的法律，無一例外，做兒子的在這種場合都得回家，無論他擔任什麼官職，甚至各部的首長，即我們提到過的尚書以及閣老，也必須回家服滿3年之喪，在期滿前不得續任官職。加之於大臣的責任是只為父母服喪3年，不包括對別的親屬。武官則不受這一特別法律的限制。凡死在國界以外的人，則負責料理喪事的人必須千方百計、不顧代價地把屍體運回國，使他能在家族墓地裡有一個長眠之地。每家都有一處家族墓地，一般位於城區以外的山坡上。他們通常用大理石修建，
十分寬敞，在墓前面對着墳頭有各種人和獸的雕像。墓的正面用大理石砌成，雕刻的十分華麗，紀念在裡面長眠的人的崇高業績。每年在規定的日期，親屬們都在墓前集會，舉行周年的紀念，要燒香獻祭，並把贡品留下。但這些儀式根據當地幾百年傳下來的公認習慣而各不相同。定親的禮儀也很多。中國人通常早婚，他們不贊成婚姻雙方年齡相差很大，婚約由雙方的父母安排，無需結婚人的同意，雖然有時也徵詢他們的意見。屬於上等社會階級的人是在本階級內通婚。合法的婚姻要求門當戶對，男人都可以自由納妾，選妾並不要求门第或財產，因為唯一的挑選標準是姿貌美麗。妾可以用100錠金子購得，有時還要少得多。在下層階級中，妻子用銀錢買賣，想買賣多少次都行。皇上和皇子只憑美貌選擇妻子，不考慮門第高貴。貴族女子並不渴望與皇室族婚，因為皇上的妻子們沒有特殊的社會地位，被禁閉在皇宮裡，永遠看不到自己的家人。此外，因為由後宮之中選擇嬪妃是交給一些特派的大臣來辦理的，所以只有較少的人能從那麼多人當中被選上。皇上只有一個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後，雖然他和他的兒子們可以另有9個妻子，還有另外36個稱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還有一大批妾，他們既不稱後也不稱妻子，替他生了兒子的最受宠愛。他的女人中任何一個給他生的第一個兒子，他總是皇位的繼承人，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不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國都如此。只有第一個和公認的配偶才許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的其他人除非與皇上沾親，都是皇上的奴僕和皇後的侍從，在皇上和皇後面前總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兒子都把合法皇後當作母親，也這樣稱呼她。這個稱呼只屬於他一個人。他們的生母死時，他們也不守習慣的3年之孝，而是只給皇後服喪，為她進行前述的喪禮。無論他們當時可能擔任任何官職，都必須告辭守孝。還有一個宗教式地被尊奉的習俗，即同姓不得通婚，儘管他們之間並不一定有血緣關係。中國人的姓氏比我們的少得多，最多不過1000個左右，除過繼給別人外，他們永遠不准改變姓氏，而必須保持幾百年來由父親所傳給他的姓，不准隨母姓。他們的婚姻並不考慮姻親或血緣關係，唯一的條件就是結親雙方不得同姓一個姓氏。可是事實上，他們為孩子取母系任何一等的親屬。在這裡加一句，也就是表哥常常娶表妹，這一點到民國時代還依然存在。好，繼續回到這本書。新娘並不要陪嫁妝，她到丈夫家來時，隨身帶來足夠全家用的家具和服飾，但這些都是由她丈夫花錢，她在婚前的好幾個月就已經給她錢去購置它們了。中國人過生日要送禮和吃飯，還有其他的祝賀表示。在50歲生日有特殊的排場，因為從那時起，他就被當作老人了。以後每10年都要舉行特別的慶祝。在這種場合，如果他們是書香門第，子女們就請朋友制作形式精緻的各種詩詞文具和其他之類的文件，來稱頌他們的父母。有時候他們把這些彙編成書，而祝賀受尊敬的人的常用的方法，就是在房間裡掛上這類書寫的賀詞。另一個喜慶的日子是在男孩成年並准予戴上成年人的帽子的時候，就好像羅馬的青年習慣於穿上男子外袍一樣。這將是他20歲的生日。在此以前，他的頭髮是披散着的。中國人所有節日中最重要的，全國各教都慶祝的，就是他們的新年。舉行慶祝的日期是在第一個新月以及還有第一個滿月的時候。在這裡加一句，這就是中國的除夕和元宵節。好，繼續回到這本書。這後一天叫做燈節，因為家家戶戶都掛着用紙板
玻璃或布料巧妙地做成的各種燈籠，點得通明透亮。這時候市場上也到處都是各式各樣的燈籠，大家購買自己喜歡的樣式，屋裡屋外點燃那麼多燈籠，簡直叫人以為房子失了火。此時晚間還有狂歡，一隊隊的人在街上耍龍燈，像酒神巴庫斯的禮讚者那樣歡呼跳躍，同時也燃放鞭炮和煙火，全程呈現一片色彩繽紛的耀眼景象。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7章，關於中國的某些習俗，期待在下一次的讀書分享中與你再相逢。